小姐，我们真的就这样离开学士府吗？虽然夫家对我们仁至义尽，但是非亲非故，我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来呢？走吧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咱们去跟福大人道谢告辞去。你们要去哪儿？正要去大厅看福大人、福晋，还有你们兄弟2人。有事儿吗？我阿玛去拜访傅六叔，还没回家，而他也进宫了，还没回来。有什么事儿告诉我吧。我们是要向大家道谢，打扰了这么多日子，又让你们大家为我们担心，真的很抱歉。现在形势已经稳定了，我想我们应该告辞了。为什么要急着走呢？难道我们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吗？没有，就是因为太周到了，太不安心。真的，打扰了太多，我也该回到属于我的地方去了。什么是属于你的地方？你是说那个大杂院，还是皇宫，还是你的济南老家？什么是属于你的地方？你能不能说清楚？是啊，天下之大，既然没有属于我的地方，但是不属于我的地方，我很清楚。福大爷，我先出去一下，你有话慢慢跟小姐谈。我们出去谈谈。你在这房间里闷得太久了，马车在外面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我真不敢相信会有这么美丽的地方，你是怎么找到这片花海的？喜欢吗？太喜欢了！大自然的美是一点没有人工雕琢的，是最真实的美。看到这样的花海，会让人觉得很渺小。早知道花海会让你这么快乐，我早就带你来这儿了。是你让花海变得渺小。以前我常常来这儿，会被这的宁静和美丽所感动，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这片花海所震撼。现在看到你的笑容，听见你的笑声，我才知道什么是最真实的美。只有花不够，还要有赏花的人；只有赏花的人也不够，还要有像你这样赏花的人。阿康少爷，我会以为我什么？以为你看到花就花言巧语起来了。我花言巧语？你别冤枉我，我说出了我心里真实的感受。你知道吗？自从你住进学士府以后，我经常看到你一个人流眼泪。谈起自己的故事，你流眼泪；谈起小燕子，你流眼泪；谈起唱歌，你也流眼泪。今天看到你的笑容，我真是又惊又喜。从此，你的笑容就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听得懂？你那么冰雪聪明，洞悉人心，怎么会听不懂、看不懂我？如果你真的听不懂，我再说清楚一点。有一次，我骑马出来闲逛，无意间发现了这儿。之后每年的花季，我都会来这走走。由于地方偏僻，很少有人来，
我常想，如果有一天，当我遇到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，我一定要带他来这看一看。你说什么？你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个人？跟你说实话，你就是那个人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会？是你就是那个人，那个让我在一段日子里不住往家里跑，天天想着念着，千方百计想留住的人。紫薇，我不打算放你走，也不能放你走。你吓到我了。先不说理由，尽管我有一肚子留你的理由，也有一车子留你的大原因，这些理由跟我想真正留你的理由比起来，都是微不足道的。紫薇，我不要通过那些理由来说服你，我只想清清楚楚、真真实实的表白。为了我，不要走，留下来。我不能一直待在你们家里，你们大家都对我很好，我很感动。但是薛师傅毕竟不是我家，我待在你们家，心里就会不舒服。你还是让我走吧。可是你的身份还是有转机的，说不定柳暗花明呢。住在我家里，宫里的消息、皇上的举动、小安子的一举一动，你都可以很快知道，不是很好吗？更何况我们还在计划要把你送进宫，跟小安子见面呢。我心里明白，混进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说不定你和福晋都会受到责难。当我看到小安子信以后，我已经不急着跟他见面了。只要大家平安，就是彼此的福气。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搅乱我的生命，然后飘然远去呢？我搅乱了你的生命。是。自从那天祭天的时候，你倒在我的脚下，拉住我的衣服，对我念皇上那2句诗，我就像是着魔了。这些天，你住在我家里，我们几乎朝夕相处。你的才情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心地，都牢牢把我拴住了。现在，你不可以把我陷在这种困境里，自己远走高飞。我不许。你不许？是，我不许。你说过，我救了你。既然我救了你，你就不能恩将仇报。如果你不肯留下来，你会害惨我。你怎么又流眼泪了？你能告诉我，你这眼泪是什么意思吗？是同情我，还是不忍拒绝我，还是……我留下。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楚。是，我也有一肚子要走的理由，一车子要走的大原因，但是和你要我留下来的理由比起来，却是微不足道的。为了不恩将仇报，为了那个生命里最重要的人，为了不辜负这片花海，为了你的不许，我留下。空气里只在你的距离，转身留下漂泊的背影。苍茫的天空，苍茫的你，何时才能终结这分离？风雨里，叙述海枯石烂，花开花落都震动心弦，怎能忘？关于斑鸠呢，有这样一句：斑鸠翻跟斗，卖弄花配狗。喂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告诉我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说。哥哥，哎，你们看，斑画师头发是棕色的，身上又有很多黄色的汗毛，会不会是孙悟空变来保护咱们哥哥的呀？蹦嘚儿，你个250，孙猴子那么小，斑画师那么大，那斑画师怎么能是孙猴子变的？如果斑画师是孙悟空变的，那他的金箍棒藏在哪？小凳子，你不会是走火入魔了吧？也说不定啊。孙悟空，他
会72遍，变成班画师也有可能的。要不然，怎么格格一看着他就笑啊？胡说！说班画师是猴子变的，我小桌子绝对不信。刚刚格格还管他叫斑鸠呢，这斑鸠跟猴子也差太远了吧？就是你，花屁股，你好。那我不许你说，不许你说。不说了。我就知道你给我取的名字一定有问题。你好像对于欺负我很感兴趣。谁说的？斑鸠是你自己的名字，又不是我取的。再说了，这个卖弄花屁股，那也得有花屁股才行，不是随随便便的鸟都能卖弄的。这是一种骄傲，你懂吗？像我就只能卖弄黑剪刀。我宁愿卖弄黑剪刀。那你叫小燕子，我叫斑鸠啊。算了，卖弄花屁股就卖弄花屁股吧。我这个大男人叫小燕子像话吗？不，你不许对任何人说这俏皮话，要不然我翻脸。斑鸠翻脸？嘿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俏皮话？还有俏皮话是什么？斑鸠翻脸啊，就是斑鸠准备要翻跟头了。不然的话，翻脸干嘛？翻来翻去，左边是斑鸠，右边还是斑鸠。Either way， 以后绝对不能在他面前翻跟斗。怎么了？一下子笑，一下子叹气，一下子发呆，简直不像小燕子了。我藏了这么大的秘密，一大堆人在找我麻烦呢。我还害了我最要好的姐妹，我居然还笑得出来，我真的是坏。我们走到这儿为止，再过去有点危险。你别烦恼了，你不坏。你是个有黑剪刀的小燕子，随身带着张开的剪刀，总会刺了这边扎了那边，闯点小祸，也是你的特色。对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就是黑剪刀惹的祸。小燕子，原来你们在这儿，我正在找你。有话跟我说吗？我能听吗？算了，我要去如意馆，先走一步。斑鸠，斑鸠，千万不要翻跟斗。拜。我见到紫薇了，怎么样？她真是一个非常有深度、有修养的姑娘。她给我讲了很多很多很感性的话，让我印象深刻。真没料到，在民间，我还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妹妹。他怪我吗？他恨我吗？她很伤心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。紫薇，紫薇。
格格，灯会不会不够亮啊？够亮够亮，不要吵。格格，我又裁了一大堆的纸，还要不要多裁一点？再裁再裁。扎。紫薇，我要怎么写你才了解呢？啊，早知道有一天要写信，我应该学认字的。啊，格格还是休息吧，这作诗是挺难的。呀，这都快3更了，还是明天再做吧。是啊是啊，格格睡个好觉，明儿个就想出来了。你们都下去睡觉吧，别管我了，让我自己想想好了。咱们陪格格一块儿想，咱们陪格格一块儿想，咱们也陪格格一块儿想。你们六个总算会说咱们了。咱们不知道“咱们”这2个字要怎么写呀？咱们。格格格格，鼻子下面。鼻子下面怎么了？有胡子。啊，我有胡子？啊！这毛病真讨厌。有了，有方法了。小队长说有人找我，还真没猜到是你呀！你扮成太监，扮出你来了吗？你不怕被皇后的眼线发现呐？你别跟我提皇后，你一提她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我看，我总有一天我会跟她拼个你死我活的。我不是说你啊，不是说你斑鸠，我是说，她死我活。嘘，你要小心一点啊！你这些人安全吗？安全的不得了，他们都是我的哥们儿。我穿成这样混在他们中间，谁都不会发现的。如果我穿成格格装的话，我就不能到处跑了。哎，我都不知道你是非常聪明还是非常笨。啊，当然是聪明了。偶尔会犯一点点傻，但是谁都会犯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理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我有事要请你帮忙，我还有一个大秘密要告诉你。跟我来。我把我的黄玉兰都打发走了，你就进来坐吧。哎，这3个家伙被我赶得匆忙，也来不及整理，你就先坐这儿吧。我去给你倒杯茶啊。哎，不用倒茶了，我不敢在这多留的。什么大秘密？你除了是假格格之外，还有大秘密。就是紫薇。紫薇？你怎么老提紫薇啊？你上次夜探如意馆也哭着说有很多话要告诉她。紫薇到底是谁啊？好像对你很重要。斑鸠，你上次用你们的神发过誓，说要帮我保守秘密，还要帮我保住脑袋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我还对你保证过了。怎么，还不信任我？我当然信任你了。我要不信任你的话，我今天就不会来找你了。让我坦白告诉你吧，紫薇才是皇阿玛的女儿，她才是真格格。我去围场是帮她送信物给皇阿玛的，
折扇啊、画卷啊，全部都是他的。原来宫外还有一个真格格。紫薇是我结拜姐妹，她那么信任我，把她最重要的信物交给我，可是我却没有帮她完成任务，我反而变成了一个冒牌的还珠格格。我天天都在后悔，我想念紫薇，我必须要想办法跟她解释清楚，也一定要把这个格格还给她。这个紫薇，她现在在哪儿？她才是你最大的危险呢。她就是上一次祭天的时候追着队伍跑的那个姑娘，后来被尔康带进了学士府，现在住在学士府里面。所以啊，这个真假格格的事情，永琪、尔康、尔泰都知道，现在又加上你，我现在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祭天那天你都急得快疯了，怪不得你随时怕丢脑袋。紫薇，我见过是吗？就是你们卖艺的时候那位谈吐优雅、很高贵、很漂亮的那位姑娘吗？对对对。God， 你到底有多少秘密啊？多少内忧外患啊？我现在所有的秘密你都知道了，所以啊，赶快用你那支没毛的笔帮我画画。虽然我不能出宫，但是起码我可以请尔泰和永琪帮我送信给紫薇。我要画4幅画，我说你画。画画？你说有很多话要告诉紫薇，应该是要写信吧？怎么会是画画呢？好啊，写信也可以啊。我大字不识几个，你帮我写。写中文。那我还是帮你画画吧。我才不信你的中文有多好呢。小燕子给我一封信，她写的信。是啊，好厚的一封信啊。他再三叮嘱我，要我亲自交给你。你不是说小燕子没念过什么书吗？是啊，当初教她写我的名字，教了好几天才会，一直怪我的名字笔画太多，所以她给我写信，我也觉得好稀奇呀。看笔画，这不是小燕子画的。班杰明。我就知道，小燕子她不会欺骗我，我就知道这一定有原因。她受伤了，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呢？她受伤了，你们怎么都不说呢？她被箭射中了是不是？她伤得严不严重？你们没有告诉紫薇，小燕子是被抬着进宫的吗？当时4个太医会诊，皇阿玛对太医说，如果救不活小燕子，就提头来见啊。太医们整整治了10天，才把小燕子治活啊。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们谁都没说过啊。我们以为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以为我哥已经告诉过你了。我以为尔泰跟你说过，我们大家居然都没说过。小燕子是在围场受伤的，当时我们3个都在场，是我二哥射中她的。这个事情的经过，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你看懂了吗？看懂了。他这都是说了些什么呀？也许你们看不懂，我念给你们听。满腹心事从何寄？画个花儿替。小鸟儿是我，小花儿是你。小鸟儿生死徘徊时，小花儿泪洒伤心地。小鸟儿有口难开时，万岁错爱无从去。小鸟儿糊糊涂涂时，哥哥名已经照天地。小鸟儿多少对不起，小花儿千万别生气。
欢君明处终有日，到时候小女儿抚今请罪，愁之极。就是这样，他把所有的事都交代清楚了。所谓格格，当如是。什么叫出口成章？我今天算是领教过了。天下的七女子都被我们碰到。怎么一个字都没有，能说出这么多词来？哎呀，只有你能看懂。福伦有幸啊，能有一位真格格住在自己家里。有什么照顾不周到的地方，请多多原谅。您别这样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接到小燕子的信，我实在是太兴奋了，忍不住就卖弄了一下。你们大家不要笑话我，这只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。我打赌，如果你在皇阿玛身边，她一定会喜欢得疯掉的。不瞒大家，当我知道小燕子当了格格以后，我是又恨又怨又生气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听你们大家跟我分析利害，我越来越明白，我的存在不仅威胁到小燕子的生命，还威胁到很多无辜的人。今天我看到小燕子给我写信，我不再恨她，不再怨她。你说过，老天既然这样安排，可能有他的道理吧？这句话，我现在明白了。现在的形势，我要认爹只有两种可能：一种是，我爹相信了我，那么是小燕子死；一种是，我爹不相信我，那么是我死。你分析得很对。足以见得，你已经想得非常透彻了。不管是我死，还是小燕子死，都是不值得的。既然上苍把小燕子送进宫，让她做了格格，也让她帮我承还膝下，做了格格该做的事，我还有什么埋怨的呢？所以，我决定了，还珠格格是小燕子。我是夏紫薇，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永远都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现在，知道这个秘密的就是你们各位了，请你们帮我一个忙，永远咽下这个秘密。你的这番话，事实上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盘旋了一段时间，只是不敢跟你说而已。现在你自己说出来了，我想，我阿哥和我们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你能为大局着想，为小燕子着想，你牺牲你自己，你的这种胸襟和气度，让我十分的敬佩。紫薇，我跟你保证，你不会白白牺牲，老天会为你安排另一种幸福，一定会。小姐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金锁，你不用替我委屈。我娘让我带给我爹的东西，小燕子都帮我带到了。从我爹对小燕子的态度来看，他并没有完全忘了我娘。我想，我娘可以含笑九泉了。我阿哥，请你把我的话带给小燕子。你放心，我会一字不漏的
讲给他听的。他说的，他真的这么说。紫薇不但没有骂死我、恨死我、气死我，还把我写的信念成了一首歌。你们要骗我吗？我做梦都梦到他要掐死我呢。我没骗你，他说他已经原谅你了。紫薇原谅我了！哇！紫薇原谅我了！紫薇原谅我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就说嘛，办法子的，办假的嘛。上有小心啊，小燕子！下有阎王老爷都在看着呢。可是，我还是要把这个哥哥还给紫薇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哥哥还给他。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到底用什么样的办法能把哥哥还给他，又不掉脑袋呢？我对我这颗脑袋其实还是蛮喜欢的。小声点，小声点，非要叫得人尽皆知吗？呀，已经把皇后娘得罪了，说不定这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她的眼线呢。你还在这嚷嚷？你叫皇后娘，她是你娘吗？不是的，因为她是皇后，所以我必须这样叫她。我额娘是于妃，愉快的愉，现在正在跟皇太后，也就是我的祖母，在五台山修行呢。阿弥陀佛，幸好皇后不是你额娘。你别阿弥陀佛了，如果是的话，我还可以帮你说说话，不是才糟呢。皇后平常已经够忌讳我的了，现在还多加了一个你。哎，还有，你的那幅画是班建明帮你画的吧？当然是了，我怎么可能画得出来？我们大家一下就看出来了。那么，你的秘密也都跟他说了？是啊，我是什么人，他最清楚了。啊？就是好几个月之前啊，我在街头卖艺，那时候班杰明画了我一张画像，因为这个画像，我们还大打了一架呢。所以后来我在宫里见到他，哎呀，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呢。好了好了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跟班杰明啊已经谈过了，他跟我发过誓，说绝对不会出卖我的。再说了，他和你还有尔泰不都是好朋友吗？这样我们大家就都是好朋友，没有秘密的好朋友，多开心呀！怪不得，我觉得你和班杰明之间怪怪的，原来如此啊！别谈班杰明了，谈紫薇，谈紫薇。好，谈紫薇。紫薇是你现在最大的危机。只要紫薇肯放你一马，你就安全了。你呀，就安心做你的还珠格格，别东说西说的，知道了吗？可是说实话，我对于当格格早就不耐烦了。你快想个办法让我脱身啊！好，我帮你想脱身的办法。在我没想好之前，你答应我，不许闹事哦。好。你最好不要跟皇后作对，在宫里有宫里的生存法则。你这样任性啊，迟早会吃大亏的。我请求你，学着保护自己，好不好？你放心好了，没有被你那一箭射死，我死不掉的。我还真不放心呢。如果你到最后还是要丢脑袋，还不如当初一箭射死你，免得这么牵肠挂肚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不要跟我东拉西扯的，你快点告诉我，什么时候带我出宫去见紫薇啊？稍安勿躁。什么安什么躁？你是说让我不要着急是吧？哎呀，我怎么可能不着急啊？你知道吗？刚刚皇阿玛跟我说，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学堂念书。啊，念书！我听到念书，我这一个头我就变成2个大了，我连大字我都不认识几个。好像还有什么季师傅，听起来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。完了，我一定会大出洋相的！哎呀，怎么办？我你怕什么？我和尔泰一定会帮你的。
到时候那个季师傅一定会先考考你，你看我们的眼色就对了。你放心吧，绝对不会让你下不来台的。他还要考我？天哪，我完了，我真的完了，真的完了。这个湖藏在深山里，很少被人发现。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，叫翠湖。这里的幽静和安详，可以让我忘记人世间的许多烦恼。我的秘密基地，你一处处的参与了。既然是你的秘密基地，怎么会有小茅屋和小木桥呢？这是你盖的吗？在我发现这儿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存在了。这里面完全是空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些年来，它就一直这样空着。我想，这里以前可能住着一个隐士，不知道为什么走了，之后就再也没回来。这小茅屋使这儿更加神秘了，说不定会有很多动人的故事。你是御前侍卫，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到这荒野之中，去寻访你的秘密基地呢？其实，伴君如伴虎，我的生活有时很紧张，有的时候又很单调。御前侍卫不止我一个，有好多个，我和鄂敏轮流当班，所以自己的时间还是有的。皇上如果不出宫，我就会忙里偷闲，就在这忙里偷闲中，找寻着人间的美景。想不到，你一个武功高强、皇上面前的红人，居然会向往这种安详的生活。你也有人世的烦恼吗？当然有。在没认识你之前，我整天都在精忠报国和远离臣孝的矛盾里打转。我从小受过的教育，让我满脑子都是忠孝节义。可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却常常向往一些很美好的东西，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。再加上官场太多勾心斗角，会让我感到生气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来到我的秘密基地，去镇静我自己。所以，你基本的个性上是追求完美的，是追求一种境界，那境界不见得完美，但却是诗意的。我记得班杰明跟我说过一个洋文字，叫 romantica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浪漫两个字。那是一种氛围，包含了甜美、温馨、美丽、诗意。跟你在一起，就让我想起了那两个字：浪漫。你就是那种境界的代表。不，你超越了那种境界，你非常的中国。紫薇，我最近心里想的，一直都是你。怎样把你保护好？怎样把你藏在我的秘密基地里？怎样让你成为我生命当中唯一的名正言顺的女子？你已经成为我痛苦的源泉，也成为我快乐的根源。原来世界上最热烈的感情、最美丽的感情、最痛苦的感情，就是这样的。我让你痛苦吗？是，我害怕会失去你。我还在想什么时候能看见你们呢，没想到这会儿你们就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我每天都想回来，
每天都身不由己，真的对不起。小虎子、绑丫头，快来搬东西啊！大家好，快来，快来！来了，来，哎，都别抢啊，别抢！别说了，哎呀，你回来啦！哎呀，紫薇你可回来了！都别抢！奶奶，小豆豆，青色姐姐，你和紫薇姐姐要回来住吗？那小燕子姐姐会不会回来？我们都不会回来住，可是以后会经常来看你们的啊！哎，不要抢啊，不要抢！别抢，孩子们。奶奶，这是给您的。谢谢。哎，不要抢，孩子们，来，这还有。柳青，你在生我气吗？我哪敢生气啊！我只是心里有点郁闷。我知道，不只是郁闷，还有很多怀疑，是不是？柳青，我郑重向你发誓，有一天我会把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你。现在时机还没有成熟，请原谅我。有口说不出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不是有意要隐瞒什么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去说啊。你找到爹了吗？还没有。见到小燕子了吗？也没有。其实你不说，我心里有点谱了。虽然我脑子笨，但柳红脑子不笨，我们也私下讨论过，商量过。什么？你脑子笨？哪有人这样说自己的？什么叫我不笨？是不是不该进宫的进了宫，该进宫的没进去？不要说，什么也不要说。记住，在你众多朋友里面，永远都有我和柳红2个人。我们虽然没钱没势，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背叛你。对小燕子也是一样。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她，记得带我告诉她。让我们忘掉过去的不愉快，做个朋友吧。紫薇几乎天天挂念着你们，说是想让你们搬间大点的院子，安排老人家住下，再找个教室，请几个好老师教孩子们读书。这些孩子们早晚有一天会长大。不能总靠卖艺养生活，或许卖艺讨生活，就是他们的命。狗尾巴胡同是2号，就是这儿了。请问，杨磊，高鼻子。尔康，怎么你在这儿啊？班杰明，我还奇怪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跟小燕子打架那个人吗？哥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没弄清楚。我是信差，给你们送东西来，这是小燕子要我送来的。他说希望你们买个大房子，让爷爷奶奶们都有自己的房间，让小孩们都能吃好的、穿好的。他还说只要有机会，就会回来看你们的。今天是财神爷报道了吗？怎么都来给我们送钱呀？你能看到小燕子？是啊，几乎天天都能看到。他以前住在这的事，我也都知道。紫薇，这是班杰明，是郎世宁教室的得意门生，也是我们的宫廷画师。班杰明，这是紫薇，是小燕子的结拜姐妹。紫薇姑娘，久仰大名了，你的事小燕子都告诉我了。今天和你们不算是第一次认识，上次街头上打过一架，想不到今天在这种情况下重逢。虽然我不是中国人，但是我是小燕子信任的人。上次你帮小燕子画的那几幅画，我心中就有数了。你的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你能够见到小燕子，又取得她的信任，我们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。
请你帮我转达小燕子，保护好自己，就是爱惜我们大家。是，一定会转告他。自己人，那可不一定。你还欠我一场打呢！有话好说，不要动手。哥，你要玩就玩得漂亮点，要不然换我来，可别输给这个老外了。别看他高头大马的，我可不怕他。在姑娘里面呀，我也算是个高个子呢，真想跟他比划比划。哥，你打完了，我上。What？ 还要跟你比划呀？两位的比武就到此为止吧，我看是不分胜负，彼此彼此。班杰明，欢迎你成为我们自己人。刚才啊是个欢迎式，柳青得罪了。原来是个欢迎仪式啊，柳青，佩服佩服啊！真正的高手在这儿啊！中国的武术太高超了，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可以像闪电一样快把孩子救出去啊！改天教你 ，Promise， 一言为定。怎么样？我算自己人了吗？怎么样？到我了吧？姑娘，高抬贵手，我班杰明已经通过考试了，不敢再战。哟，你个外国人还挺有中国味儿呢，我饶了你了。大姑娘了，别吵了。小燕子说的对，他们比宫里那些格格和阿哥们快乐多了。你是在等待黄昏，还是在等待某人？别跟我讲，你是在等待金锁。你不喜欢这个答案吗？那么，我应该怎么回答你呢？如果有人在期待我、等待我，那我会觉得很幸福。你只需要这么简单的幸福吗？这样就可以满足你吗？只要能跟你相守在一起，不管什么样的日子，每个时辰都是我的幸福。可是你说过，我会让你痛苦呀。这种痛苦夹杂着狂欢，我好像越来越着迷，已经无法自拔，深深地陷在里面了。今天，皇上和军机大臣开了一下午的会，我在门外不停地想你，忽然想起了白居易的2句诗：
独坐黄昏谁是伴？紫薇花伴紫薇郎。你真的害惨了我，我居然和白居易诗中的紫薇郎一样，值班没事做，竟想紫薇花。原来你当班的时候，都在胡思乱想啊。虽然我不是唐代中书省的大官紫薇郎，但在你面前，我甘心做一位守望夏紫薇一辈子的紫薇郎。我有这样紫薇郎守着，我也感到很幸福。是，我一直在这儿等你，看着快到黄昏，想着你也该值完班回来了，就身不由己，站在这里发呆。现在，我真是名副其实的独坐黄昏谁是伴，紫薇花对紫薇郎。原来白居易早就为我俩写下了诗句。最近你们不是很忙吗？皇上那边都不用守着吗？都跟你说了，皇上不出宫，我就可以忙里偷闲。今天不值班，以前不值班就往外面跑，现在不值班就往家里跑，再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把你带出门。这里是你的秘密基地吗？是，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心旷草原。到了这儿，就心旷神怡了。好一个心旷草原！紫薇，我最近一直在想，怎样能让我们两个天长地久。不要谈这个，我知道，那是一个遥远的梦，也是不敢奢求的梦。我们总要有寻梦的精神吧，更应该有让美梦成真的精神。玉，我们下马走走吧。何时才能终结这分离？风雨里，叙述海枯石烂，花开花落都震动心弦。紫薇，我要告诉你一句话：今生我要定了你，但是如何要你，却成为我最大的难题。你知道，在我这个年龄的王孙公子都已经成了婚。我之所以还没有成婚，是因为皇上迟迟还没有指婚。事实上，早在5、6年前，皇上就看上我了，曾经想把6哥哥指给我。阿玛和额娘心里都有数，只等我们都长大了。可是后来6哥哥生病夭折了，皇上难过得不得了，我的婚事也就这样耽搁了下来。皇上把哥哥指给你，他那么喜欢你吗？喜欢也有喜欢的不好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和尔泰都是皇上选中的人选，就是因为皇上的宠爱，我们的婚姻就连我们的父母都没法为我们做主，更别说我们自己了。你不要说了。我不能不说，我要让你明白，无论你是哥哥，还是一个民间女子，我心意已定，我要娶你为妻。但是皇上不会把你指给我，因为他不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。这件事儿，好像老天跟我开了一个玩笑。我身边有一个哥哥，皇上想让我当额驸，但我却没办法跟他讲，请把紫薇指给我。你的心我懂了，你的意思我也懂了。以前一直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你还没有成亲？但是现在我都明白了。谈到这里为止好吗？这么蓝的天，这么绿的草地，让我们快乐一点，不要辜负这心旷草原。我的话还没说完。不要说了，不要破坏我的好心情。我好想在这草原上奔跑。
那就跑吧。一见钟情，你占据我的心，不由自主，从此相伴一路行。时而狂欢，只因你的滴滴笑；时而悲哀，只因你的泪影。谢天谢地，人海茫茫能相逢。难舍难分，多少柔情深深中。如果小燕子在这儿，一定会高兴得发疯的。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干嘛。面对着你，生命变得多美丽。紫薇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？我们来对诗，我说上一句，你说下一句，如果对不上来的话，要罚。原来尔康少爷想要考我的学问，如何罚？等你接不上来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如何罚。然后换你说上一句，我说下一句。如果我说不出来，也任你罚。好，你先出题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鸳鸯自是多情甚，风风雨雨一处期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奴为出来难，娇郎恣意怜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许。得成比目，何辞死？愿做鸳鸯不羡仙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妆罢低声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。不来了，不玩了，你根本就是在占我便宜，太坏了。哎，紫薇，想着你默默的还你，以为潇洒就可以，点点滴滴都是回忆，挥挥衣袖怎么容易？对不起，有好多话想跟你说，但却又说不出口，觉得太肉麻了。还好古人都帮我们说了，就借用一下。更何况，好想听到你说下一句。反正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不管有多少诗句，也写不出我真正的心情。花开花落都震动心弦，怎能忘记那句句能够有这样的时光，听着你说不出口的句子，我觉得小燕子的进宫让我们俩相遇。正如你说的，是上苍对我的另一种安排。我应该感恩了。那天我化成一只翩翩的雁，飞到
圈，飞来飞去好几遍。你注视着我，眼底充满了爱恋。从此我的世界一片凌乱，你也跟着我不停地转。这只是一场意外，我的心渴望着蓝天大海，不想流泪，不想被爱，不想拘束，不想等待，也只想飞。